探寻历史烟云，解读人文传奇，分享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与传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涅槃说时。战争中，有人阵亡，有人被俘。被俘的人并不意味着放下了抵抗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无数中国士兵在战场上浴血奋战，也有一部分人在战局失利，弹尽粮绝之后落入敌手。他们成为战俘，也被推入了另一种没有硝烟却更加残酷的战场。日本军方拒绝承认中国士兵的战俘身份，他们将这些人视为劳工或匪徒，送入集中营强迫劳动，每天10几小时的苦役，只有一块干硬的玉米饼为生，生病得不到治疗，劳累致死者无数。有人试图逃跑，当场被刺刀当众处决。在那样的岁月里，活着是一种挣扎，更是一种坚持。1944年，国军36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洛阳前线撤退时，遭遇日军重兵伏击，司令长官李家玉以身殉国。司令部人员突围时，一名叫黄开仁的国军上尉译电员被俘。几个月后，他成了极少数从日军集中营中逃出来的人。这是黄开仁的亲身经历，也是一段你可能从未听过的抗战记忆。1944年春，中原上空的乌云比往年更沉。7年来，战火从卢沟桥燃起，吞没了上海、南京、武汉，烧到了大半个中国。7年后，硝烟没有散去。这一年，日军为了加速进攻东南亚，打通南北交通线，遂以洛阳为重心发动了中原战役，我方称为洛阳会战。洛阳，黄河以南的军事重镇，是中国西部战区的东大门，守住它，日军就无法长驱直入，进逼陕西，威胁重庆。失去它，豫西门户洞开，黄河防线摇摇欲坠。1944年4月，日军在华北、华中集结重兵，调动10余万机械化部队向洛阳发动猛攻。城外炮火震天，阵地被一寸寸吞噬。城内守军用最后的子弹抵抗，一场孤立无援的巷战持续了整整3天3夜。第4天，日军的装甲部队沿着公路冲破防线，直扑黄河沿岸，战线崩溃，溃兵与百姓混作一团，向西南方向逃去。人群的尽头是一支仓促集结的部队，他们就是36集团军。在那个混乱的午后，黄开仁就站在这支队伍里，背着一台电台，看着远方燃烧的洛阳城。洛阳的外围阵地是几年前修建的，工事坚固，但守军没有反坦克武器。日军50多辆坦克从龙门一线突入，步兵随即跟进，开始全面进攻。敌军机械化推进，战线告急。电文一封封传来，黄开仁看着参谋在地图上移动标记，83师被冲散了，85师已撤离，94师正在城内巷战。最后一封电报只有8个字：弹尽粮绝，拼死固守。守城的官兵们没有撑住第4天的早晨，94师的防线被突破，日军坦克进入城内，巷战持续到正午，洛阳最终陷落。国民党第36集团军总司令部机要译电科上尉译电员黄开仁合上电台，知道这里已经发不出任何电报了，洛阳没了。36集团军的任务变成了占领云梦山和金豆岩，迟滞日军进攻。掩护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通过兴安，越过陇海路向西转移。36集团军司令长官李家玉从1937年起就带兵出川抗战，进东南太行山，他的部队打过不少硬仗。36集团军是以74军李家玉部为基础扩编而成的，而这支部队在抗战中已经不是当时从四川带出来的老部队了。这些年大量损兵折将，兵员靠四川资中师管区兵员补充的川军部队，装备不如中央军，补给跟不上，伤亡惨重。战至1944年，整个集团军已经被打成了丙等军编制，只有2万余人，却要守住绵长的黄河防线。在洛阳崩溃的消息传来后，李家玉沉默了一整夜。第2天，他下令全军西撤，向卢氏转移。这支部队没有人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。黄开仁的任务很简单，守着电台，随时等待命令。他跟随总司令部行军，背着电台和几份译好的密码电报，走在队伍中央。他没有枪，手里只有一支铅笔和每天都在递交的军令：郑州失守，渑池失守，日军已渡过黄河。每天的电文越来越急，有时候一整天没有电报，有时候1小时里来了7、8封，全是求援，全是告急。
战争已经没有后方了。部队出发那天，天阴沉的像锅盖。47军和总部人员沿着山路行军，目标是卢市。队伍很长，蜿蜒在丘陵间，像一条无声的河。黄开仁走在队伍中段，踩着潮湿的泥地，一手扶着电台，一手按着电蚊带。他觉得这一天走得格外沉重。途中，李佳玉站在山坡上回望身后的队伍，山下战士们的身影在暮色中缓慢移动，身上的灰色军服沾着泥泞。这天上午11点半，由于碰到敌人从附近张村发射来炮弹数发，考虑到安全问题，李佳玉与下属商量后，决定由赵家坡投到秦家坡，经双庙到南寺院这条线行进，与前方的104师前卫部队会合。但是没有人会想到，在秦家坡已经有一群日军伏在地上，等待着枪口里的第一颗子弹。秦家坡这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地名，在1944年5月21日午后，天空阴沉，山路狭窄，部队呈一列纵队缓慢前行。李佳玉总司令坐在滑竿上，几名参谋、驿电员、警卫与他同行。黄开仁也在队伍中，背着沉重的电台，一直走在靠近将军的位置。没过多久，前方的山腰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紧接着密集的枪声如暴雨般倾泻而下，坚兵中弹倒地，麦田里跳出一排排日军士兵，头戴钢盔，身披伪装的麦秆早已埋伏在此。总司令部的特务营和随行战斗人员迅速展开反击，但整个高地早已被日军火力封锁，机枪、迫击炮交替扫射，一波突围还没开始，已被打得支离破碎。就在此时，只见李佳玉将军胸口猛地一震，身形晃了一下，7颗子弹从左侧射入他的身体，他没有立刻倒下，强撑着站了几秒，仿佛要再看一眼队伍的方向，然后他缓缓跪倒在地，双手按着胸口，呼吸越来越沉。随行的参谋和警卫扑上去，试图把他拖走，但日军的枪火太猛了，几个刚上前的人瞬间被击中，鲜血溅在将军的军服上。黄开仁呆住了，他看到李佳玉艰难地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本小册子和一支钢笔，似乎想写下什么，但他手指一松，钢笔掉在地上，眼神涣散，身体无力地倒了下去。冲在最前的少将参谋处长萧孝泽、少将高级参谋陈少棠、中校课长上官正等先后中弹身亡，短短几分钟内就有200多人伤亡倒地，局势迅速失控。黄开仁与一小队人马开始向山下突围，他跳下第一层崖，险些崴脚，抬头看见上方的队伍正仓皇退却。就在这时，副官长周鼎明腹部中弹，跌倒在血泊中不断呻吟，他挣扎着呼唤救援。黄开仁试图去拉他，却被他自己推开。你快走，我不行了。他最终只得把水壶留给周鼎明，继续往下。跳下第2层崖后，他发现一个山洞已挤满了躲避枪火的战友。他刚站稳脚跟，就看见负责警戒的博绳站在洞口警惕地观察，不料被迎面而来的子弹击中，应声倒地。紧接着，日军步兵冲到洞口，对着黑洞洞的入口疯狂扫射，枪声震耳欲聋，洞中惨叫不断。除黄开仁和躲在角落里的3、4人，其余数十名战士瞬间倒下，血肉模糊。他顾不得心中的恐惧，强忍惊慌继续下撤，跳过第3层崖，再到第4层，眼前却是一道深不见底的绝崖。先跳下去的几人纷纷摔成重伤，再也站不起来。身后日军的喊杀声越来越近，逃无可逃。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，黄开仁和其他还活着的人开始销毁文件，丢弃装具，清理一切可能落入敌手的重要物品。日军终于合围过来，枪口对准了这群早已弹尽粮绝、气力衰竭的残兵。他们无处可逃，也无法再战，只能束手就擒。被俘之后，黄开仁和其他人被押往山顶，在那里，他看见周鼎明和陈兆鹏也被日军押来，面色灰败，已无力行走。周鼎明坚持不了多久，在山顶倒下，停止了呼吸。日军开始清点人数，登记身份，气氛沉重压抑。轮到总司令部的中将参谋长张仲雷时，他不动声色地报出假名，声称自己只是上尉文书。一旁的翻译照本记录，未多问，其他人心知肚明，却都默契地沉默不语。谁也不知道接下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，但此刻每个人心中都明白，36集团军的指挥中枢已经不复存在。
这支部队从这一刻起成为历史中被圈起的一笔，而黄开仁还活着。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幸运，只知道自己的故事还没有结束。夜幕降临时，山风冰冷，枪声渐远。黄开仁和几名被俘的幸存者被日军压在山上，一夜未眠，没有水，没有食物，地面上满是石块和血污，只有残余的枪火在远处偶尔闪烁。他蜷缩在角落，用胳膊挡着风，耳边全是人的呻吟声和断断续续的低泣。天亮之后，日军下令押送战俘前往山下的一个村子，他们一路踉跄而行，脚底的土路被炮火压得坑坑洼洼。黄开仁背上还隐隐作痛。抵达村子后，日军清点人数，总共有500多人，其中有一半是带伤的。早餐是一种羞辱，日军士兵端出几筐粗制的玉米饼，把它们掰成碎块，像喂鸡鸭一样撒向人群。黄开仁蹲下身，犹豫了片刻，最终还是伸手去捡。他实在太饿了，前一天逃亡时滴水未进，如今早已头晕眼花。那块干硬的玉米饼吃在嘴里像沙子，咽下去却像一口热铁，堵在喉咙里，不下也不上。吃过之后，日军命他们搬运军用弹药，每箱弹药重达30公斤，健康者负担2箱，体弱者1箱，运送距离整整40华里，终点是火车站。途中谁若走得慢，或者歇息了几秒，立刻就会挨上一枪托或是一鞭皮带。有战俘被当场打翻在地，口鼻流血，但也没爬起来。黄开仁咬着牙，一步一步地走。他知道走不动就等于死。集中营的条件比黄开仁想象的还要恶劣。营地周围架着铁丝网，大门设有机枪岗哨，角落里是一座3层的瞭望塔，随时有日军高声喊话。最初几天防守还不算严密，但张仲雷参谋长带着几名士兵成功越狱后，营中立刻戒备森严，铁丝网通电，每晚增派巡逻小队。黄开仁所在的那一队人被称为四川队，是由36集团军的残部组成。他们每天要干10多个小时的苦役，挖战壕、修堡垒、搬弹药、卸物资，有时甚至要通宵作业。每人每天只发1个窝窝头，又干又冷，咬一口能割断牙。他常常想起在部队吃的那口热饭，甚至是战斗间隙分到的冷馒头，如今都成了奢望。更让人愤怒的是女眷的遭遇。营中有几名被俘军官的家属，还有3个孩子。有一天，女人们被日军带走，说是去煮饭、烧水、洗衣，谁都明白那不是真的。几天后，孩子们被送回集中营，一边哭一边把母亲遭到轮奸的事讲了出来，营里顿时一片死寂。有人握紧拳头，有人转过身不说话。黄开仁坐在角落里，头低着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地上的一颗石子。他不敢想那些事，但他知道这是魔窟。第3天，他被点名带走。一个日本军官带着翻译走进队列，叫出9个人的名字，其中就有他，黄开仁。他们被带上一辆卡车，一路颠簸到了另一个小村子。第2天早饭后，一名日本军官站在院子中间，讲了一长串话。翻译随后解释说，太君说，大日本帝国发动圣战是为了帮助中华民族实现王道之治，你们应当归顺皇军，这样才有生路。他们9人站在泥地上，日军开始询问他们整个战役的作战计划。黄开仁低着头，只说自己是最下级的译电员，根本不知作战计划。他身边的几个军官也都守口如瓶，一字未泄。整整1周，日本人用各种方式逼问，但一无所获。最终他们又被送回了原来的集中营。那段时间，黄开仁的脸上挨了几拳，耳朵被打得嗡嗡作响。他说不清是第几次示范时咬不动窝窝头，因为牙已经松了，腮帮肿起一大块。他照不到镜子，只能从身边人眼神里猜出自己面容的狼狈。一次，一名四川籍的士兵趁日军不注意逃走了。次日清晨，全体战俘被集体列队惩罚。日军军曹带着几个士兵，逐一走到每个人面前，照着脸就是一拳，谁要是站不住，就被一脚踢翻在地。黄开仁也被打了，嘴角裂开，牙龈出血，连着几天只能靠温水硬咽下食物。人可以被打得跪下，但不能被打到失声。黄开仁从没哭过，他把每天的苦工和饿肚子当作一种熬。他知道
自己已经走进了一个不属于人的地方，但他还没死，他还得活下去。集中营的生活是日复一日的死循环，白天干不完的重活，夜晚咽不下的窝窝头，还有那些没法说出口的事。黄开仁已经习惯了，他把这些日子当作一场熬，一碗水，一顿冷饭，一记鞭子，一夜活着。他从没哭过，也不说话，被打的时候低头咬牙，实在咽不下饭，就灌几口温水，把窝窝头泡烂了咽进去。他已经忘了多少天没照过镜子，只记得自己的牙松了，脸肿得像别人的，但再硬的忍耐也挡不住集中营的风暴。那天晚上，2个逃跑未遂的同胞被捉了回来，营地里一下子安静的诡异，没人说话，没人睡觉，所有人都在等第二天会发生什么。果然，一早全营列队，日军命人把大家押到坝子中央，队伍围成一个圈，2根粗木桩立在中间，被捆上的正是那2个逃跑者。日本军官站在高处训话，翻译声音冷冰冰地传来：“你们看好了，这就是敢违抗皇军命令的下场。”接着，2名士兵上前，步伐整齐，手中的刺刀在阳光下反着光。他们突然发出一串怪叫，像是给自己壮胆，下一秒便将刺刀直直捅进绑在木桩上的人身上，刀刃进肉的声音是沉闷的，但那2个战俘发出的痛苦喊叫却震彻山谷。他们的身体抽搐挣扎，肠子被割裂，从腹中涌出，被放出来的军犬叼住，在地上拉扯。围观的人群里，有人闭眼，有人转身，有人泪流不止。黄开仁站在人群边缘，他没有哭，但整张脸僵硬到无法动弹。这不是示众，这是蓄意的精神屠杀。那一刻，空气都像凝固了，没有人说话，所有人只是把怒火压进胸口，像压一块滚烫的石头。集中营本就是一口慢慢煮沸的锅，那里的水极少，每人每天只有1瓷碗的定量，是喝，是省，是擦洗，自己决定。四川队的营长陶启良高烧不退，渴得嗓子冒烟，喝光了分滴水后，几次向人讨水都被婉拒。那天黄昏，他趁大家不注意，默默爬上井台，纵身跳了进去。没人阻止他，也没人发出声音。活着的人也没有好过，天越来越热，蚊虫成群，虱子在战俘们头发里繁殖，很多人开始发烧、腹泻，营中几乎没有药，一旦倒下，就靠别人的肩膀撑着挨日子。后来病人太多，干脆被集中抬到一间空屋里，还没断气的人被送进去，等彻底没了气，尸体再由人力拉去后山草草掩埋。黄开仁记得那间房里总是阴冷的出奇，空气里有一种爬在骨头上的腥气。他和几个同伴去搬尸体时，脚下总能踩到蛆虫，软软的，滑滑的，有时候一脚下去就感觉整个地面在蠕动。在那里，活人和死人不过是早晚的区别。后来日军开始挑选体力尚存的俘虏，分批送往东北，说是调配作业，其实就是送去挖煤，去日本的矿井里当奴工。每一批走的时候都很安静，因为谁都知道这一去大多回不来了。营中那种沉默不是冷漠，而是绝望。大家开始低声密议，不能再等了，与其被活活耗死，不如试着逃出去，哪怕拼死也好过等死。黄开仁悄悄找到了康连峰，四川金堂人，一个沉稳却不多话的老兵。他们商量了好几天，选好了路线、时间点。行动那天是个中午，日军午休，群魔懈怠。黄开仁照常在营中闲转，等到巡逻兵拐进另一侧，他果断朝预定的墙根走去。一名外省同胞明白了黄开仁的意图，悄悄弯腰，让黄开仁踩着他的背爬上矮墙，动作迅速而利落。墙那头是玉米地。不久，康连峰也逃了出来。两人会合后，见前方还有一道铁丝网，他们分工协作，康连峰专心捡网，黄开仁负责望风。汗水顺着额头流进眼睛，一秒一秒过去，网终于被剪开了足够大的口子。穿过铁网的那一瞬，黄开仁感觉像被拉出了地狱。他们不敢久留，直奔山脚，一路穿村，翻坟地，踩断崖。夜色将临，两人进入一个陌生村庄，沿路的窑门紧闭。好不容易遇上一位老妇，他把他们领去见甲长。甲长并没有多问什么，只是让他们留宿一晚。第二天一早指了方向，把他们送上了逃亡的下一段路。那一夜，黄开仁躺在炕上，
盯着黑漆漆的屋顶，耳朵里似乎还能听见集中营的叫喊声、狗叫声和那一声声刺刀入肉的沉闷响动。可他知道，他已经不在那儿了，他真的逃出来了。从集中营逃出后，黄开仁和康连峰一路向西，没有地图，没有粮食，也没有明确的目标，只有方向。只要往着太阳落下去的地方走，迟早会走出日军的控制线。他们白天藏在草丛和断壁后，晚上蹑足前行，睡在坟地、废庙、玉米地里，几次差点被巡逻队撞见，几次饿得只靠生玉米和野草填肚子。夜深人静时，两人并排靠着，一句话也不说，那是逃亡者的沉默，不是无话，而是太多话堵在喉咙，谁也不愿先说出来。几天后，他们终于走到曾经熟悉的地界，展现北关。黄开仁知道，这里曾是36集团军的驻防地，但现在不同了。门口多了鬼子的哨卡，枪口对着街道，眼看要进城。远处日军正在例行搜查行人，他们停住了脚步，交换了一个眼神。黄开仁点点头示意，我先试。他拉低草帽，挺直身子，像个过路农夫一样朝关口走去。侥幸的是，他过了。他走了一段，回头看，却再也没有看到康连峰的身影。对方显然没能闯过那一关，或是临时退回，也可能出了什么事。这个在集中营里一起熬过人间地狱的兄弟，此后再无音讯。那是黄开仁心里最难受的一道空白。他没有时间悲伤，只能把对康的担忧埋在心里，继续走。他找到南关的李二老板，那是战前军中熟人开的旅店。李老板一眼认出他，听了经过后连连点头说，你能回来就好，别急，先住下，我来想办法。几天后，李老板引荐了2个去西安做生意的兄弟，让他结伴同行。黄开仁没有多问，收拾行装便走。他清楚，现在是战乱年代，所有路上的人都像自己一样拎着命在走。路上遇到一队难民，他们便混在队伍里前行，谁知才走了一段路，便被日军拦下盘查。查到那对兄弟时，日军像是嗅到了什么，八路的大大的有，一声怒吼，2人被当场捆走。黄开仁没被牵连，站在旁边看着那兄弟俩回头的眼神，一言不发。他什么也做不了。再一次，他是那个留下的人，又是几天的流亡。这一次，他是独自一人，5天5夜，几乎未合眼。他在村口讨饭，在坟地过夜，饥一顿饱一顿，靠着意志顶着前路不确定的惊惧。终于，他来到了敌我对峙的前线。这里地形复杂，战壕纵横，沙包、哨岗、掩体像鬼影一样散布在山地和沟壑之间。他站在一条小道尽头，眼前是日军的岗哨。这次他没有躲，他径直朝哨口走去，混在一批难民队伍里。日军逐一检查，轮到他时，一个军人拿过他伪造的良民证，看了又看，皱了眉，却未当场发作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日军翻译喝问。黄开仁愣住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脱口而出，读书的干活。那军人狐疑地盯着他，命他脱鞋。他脱了，又让他解开上衣，一解开，数月没洗澡的臭气扑面而出。日军士兵连连后退，厌恶地连说，开路的有，开路的有。那一刻，他没有犹豫，像脱缰的马冲了出去，穿过了壕沟，绕过了地雷警戒线，冲破一道道警戒区。终于，他看到了熟悉的身影，看到了自己的部队，看到了旗帜与岗哨，看到了还在燃烧的战火。他没有喊，没有哭，只是跌跌撞撞地冲进了那片防区。有人喊，有人来了，枪举起了，但又缓缓放下，那是自己人。当他回到营地的那一刻，像是归入久别亲人的怀抱。瘦得皮包骨头的黄开仁站在那儿，脸上尽是风尘与污垢，却站得笔直。他没死，他活着回来了。最后，我想说，历史不会自己开口说话，他需要有人活着回来，替那些没有回来的人说出来。黄开仁是那样一个人，他从尸横遍野的山坡中走出，从被屈辱与饥饿围困的日子里熬出一口气。他没有丰功伟绩，却用沉默守住了良知与信义。他没有战场上的高光时刻，却在最黑暗的时刻选择了不低头、不告密、不背叛。在他身后，
还有更多无名的战俘埋在没有墓碑的沟壑中，他们没有留下口号，也没有留下名字，只有几颗子弹穿过的衣角，一双鞋底磨平的脚印，一封写到一半的家书。他们的死亡被历史吞没，他们的尊严却在沉默中屹立。黄台人不是一个传奇，但它是一道微光，照见了苦难深处人性尚存的地方。归途不只是从战俘营逃回阵地，更是从死亡中走回一个人该有的模样，而这一切值得被记住，也必须被记住。当我们今天坐在和平年代翻开历史，那些从苦难中挣扎出来的回忆，不该只是痛苦的旁观，更该是一道提醒。战争的胜利不只写在史书里，也藏在每一个在苦难中坚持到底，不向残暴低头的灵魂里。